学的是这个如何利用这种浅贴甲片去做水晶延长，用浅贴甲片。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还哪有做的，是没有做的，但是这个就水晶延长，水晶类的延长是非常考验一个美甲师基本功功底的，非常考验基本功功底的。去打磨甲面，打磨哪里的甲面？本甲的甲面，本甲和延长甲的甲面，本甲和延长甲的甲面。来，用什么磨呢？你用错条磨也行，你用咱们的那个打磨头去操作也没问题。现在不都是用都有那个砂轮嘛，对吧？用砂轮去打磨甲面也可以啊，我用砂轮吧。打磨机就是错条也行，反正练习的话错条就可以。我这里给大家稍微实操看一眼。磨到甲面什么程度？昨天咱上节课是不是学过？哎，竖向打磨它的抓力会变弱，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会横向去打磨，横向打磨，或者说微微倾斜去打磨，比竖着去打磨一定是要抓力更强的。而且我们选用合适目数的这种做打磨头啊，它对甲面的损伤是比较小的。别拿个特别粗的砂条你去打磨甲面，本甲甲面那就不行了。好吧，来打磨第一步到位了吧？是不是简单快速就过掉？然后扫掉甲面多余的部分，扫掉甲面多余的部分。我的粉尘不是刮嘞？没有，拿手扒拉扒拉啊。别介意啊，别介意。好了，在打磨完了之后，我们干啥？去贴甲片。比如说，我们平常咱们做指托延长的同学做过的都知道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控制这个甲片长短的。但那个延长长短的，我们贴甲片，甲片是固定的，所以我们直接贴。贴完之后，通过对甲片进行修剪，确定我们要做延长的长度，好不好？用的是浅贴啊，也叫做 C 弧甲片，出来的就是圆的1/2半圆的一部分。用酒精擦一下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必须是可以的啊，必须可以的。然后来。看看选甲片去进行粘贴，第二步。现在是一个练习的步骤，实操的步骤，我一会儿会写到右侧啊，会写到右侧。选甲片，速干胶贴。同学说，我用酒精擦一下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来酒精擦一下。擦完之后不要马上做，稍微等待一会儿，让它自然晾干一下，好吧？我的粉尘刷没照着。好了，下一步用什么呢？速干胶。速干胶指的是我们的台湾胶水啊，或者是兰特固呀这种不需要照灯的胶都可以。一般月牙贴片用它贴会比较快啊，就这种浅贴，因为它贴的只是指甲前面的一点点。如果这种在本甲上贴甲片的方式不会的话，大家去翻看之前你们搜浅贴2个字，有之前的课程，好不好？来贴上去，去掉。根据因为它这个跟浅贴弧度比较大，所以我取胶量可能稍微多一点。贴的时候直接平着放下去，找到你想要粘贴甲片的位置，一般就是在哪儿，在这个1/2左右啊，我们贴上去。不是1/2，指尖一点点左右贴上去，直接平着往下压，它是不能从后缘往指尖去压的，跟我平常教你们贴甲片的方式会不同。这样去贴好之后，这不有个尖儿吗？我们再拿大拇指指甲盖去把那个尖儿给它压下去。我这个胶有点大啊，溢出来了。你们平常贴就是练习无所谓，练习怎么着都行。然后待会上真人手的话，咱就不能这样了。你之前卸掉的一层残可以做吗？还是到本甲再贴？之前卸掉留一层残可以做。甲面只要打磨过之后，不管你的甲面有胶没胶，它都可以做。只要磨过是有刻痕的都可以。你看就贴上去了，是不是一个延长？然后我们在这上面去给它进行铺水晶的操作，铺粉操作啊。好，我们稍微晾干一下，因为现在看似已经固定好了，但实际上我们如果用力去掰动的话，它胶还是没有完全干透的，需要稍微让它等待一会儿，在这个期间，边缘有多出来的这些甲片啊什么的，我就给它磨一下啊，咱们就磨一下。都磨一下。来，阶梯要磨吗？要磨。其实中间不用磨啊，着重的是我们把两侧的这个尖角，就是那个角的区域给它磨下去。
你用打磨机也行，用搓条也行，这个没有所谓的，你用哪个方便就用哪个，好不好？然后因为真人手是比较软的，这个假手指呢它会偏硬，所以说你要把搓条塞到里面去磨，这个地方可能不太好操作，大家就多多注意一下，好吧？它粘住了，真人手一掰就掰开。哎，好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吗？你看这块儿，让我给掀起来。贴甲片这个不用多说啊，就是今天不去主教贴甲片，我先把它抠出来，我把它抠掉。正好你们有假手指啊，或者说那个小手指头是那个假托的，都可以用来练习这一步啊。继续给它磨一下，漂亮。好，磨到什么没有明显的阶梯，因为本身浅贴已经比较厚了，你这个时候再去给它弄得再厚一点点，不太合适，不太合适啊。好，擦一下。大家有问题在评论区随便去答，因为我们是直播，教的都是这个课程相关的内容，有任何不懂的问题一定随时扣出来，好不好？随时要扣出来。来，我们把甲片长短剪一下。如果你想要这么长，好，那你就留这么长；如果你不想要这么长，那你就该剪剪，直接剪掉，剪到你想要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给它打磨阶梯、修甲型，下一步干啥？打磨甲面。那这一步其实，你要说做水晶延长贴甲面不会的话，直接做水晶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很多小细节我可能会忽略掉啊，我就不再说太多。着重去把水晶给大家教好。来，修甲型。磨刺清洁干净，打磨甲面，打磨甲面，一定磨到什么？有一些刻痕。我昨天上一节课是不是跟大家说过，如果你用这个水晶粉之前，水晶液之前，是不是需要甲面打磨到完全无反光点？需要让它有点小刻痕，扫一下就行啊。我拿一下粉笔扫。扫一下就行，到这一步其实不需要什么非常清洁的多么彻底，因为你一扫甲面上多余的这种小粉尘什么也就掉了。打磨机是什么牌子？我是咱自己家的一个无刷机。好，下一步啊，我给大家写一下：选甲片速干胶贴。第三步打磨阶梯，对吧？打磨阶梯加修甲型，再还有什么？我们刚刚做过的打磨甲面。这个是在练习手指上啊，练习手指上的一个操作步骤，好吧？给大家写出来，到时候省得说，哎，我忘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好，来第四步，开始铺粉了，开始铺粉。铺粉分成几步，其实我们就跟做光疗延长一样，可以1笔铺完，也可以2笔，也可以3笔，咱先把多余的没有用的东西拿走，拿到一边去，不要碍着我们的事儿啊。好了，来去取水晶液。1杯2杯都可以，我是把它这个是干净的，有1杯是不干净的。水晶液呢，像这个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上面有标志，一个 quick，它的意思就是快干的，这个的属于慢干的。一般如果说大家作为新手的话，选择什么来着？中干型的，是不是不需要特别快，不需要特别慢？因为一旦快了，你还没等塑形完，还没等弄完，它已经干了，你就想铺也铺不开。所以不要新手建议不要选择太快的，选择一个中干型就可以，好不好？一般型，你看一般型，而且这上面大家看一下上面，看到没 ？EMA 还记得吗？咱昨天学过的主要成分。在第一个就是，然后 MMA 指的是这个 mesopurity， 还记得不？这个是 isopurity 啊。来，这是一个，但是这种水晶液一般价格要比MMA 价格要高得多。所以这一个小小的量，练习用型。做顾客的话，我们得多来点。所以水晶延长一般价格都普遍没有太便宜的啊。好，来选择合适的水晶粉。水晶粉呢，根据你们自己需要就好，啊。我这个直接用这个，咱们需要用大罐的这种去操作，用的是一个透明的 clean 啊，透明的。好，选水晶笔。现在用的是一个10号的笔，我建议你们用10号、12、14号都可以，那些笔比较大啊。来，首先第一个黑色，我是不是得往下来点，往这儿去看看水晶粉。
这样能看着，能看回放，所有的课程都有回放的啊，都有回放的。好，我先拿到一边，然后水晶纸不是水晶纸，厨房用纸、吸水纸准备好。吸水纸准备一下。现在第一步还记得吗？先把我们的笔毛完全浸透。检查一下，看看你的笔是不是顺的。你看我的笔毛前端炸了，看到没？这就之前没有清洁到位的情况下就干了，让它干了，然后一刮下来的毛就卷，就我们头发似的，这么一弄大一绺就卷起来了。也能用啊，也能用。好，来第一步先去取粉球。第一个粉球我用红色字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上面是水晶液啊，我就不用给大家去看了。能看回放，能看回放。第一个粉球。我们着重去干啥的呢？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浅贴延长部分已经做出来了，所以说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连接这个甲片阶梯处，也就是说铺粉球铺到哪里呢？取个稍微大一点的粉球，取个大粉球铺到哪儿？铺到阶梯处以下，阶梯附近我就写个阶梯左右，好不好？阶梯的附近，然后及指尖。及指尖，什么意思？这么一铺就来了啊！这个可不像胶一样坏掉可以重新擦，现在需要咱们好好去上手试一下。但错了没关系，再大不了再贴呗，对不对？取大粉球，那么咱们就得干什么？用一个啥？多一点的水晶液，你要水晶液少了还不行，水晶液少了还不行，对不对？好，取好水晶液之后，反过来，然后用这个来，好，去取粉。一个大粉球铺到哪儿？是不是有个阶梯处嘛？来把它放上去。放的时候感觉是笔发粘呀，来慢慢的一点边点边压就放上去了。看没？这个时候擦一下笔，然后来再去用我们蘸了水晶液的笔，慢慢的去给它塑形，用点拍的方式，点拍点拖都可以。然后把这个位置先给它衔接上。看到没？然后手指往下勾一下，让它呈流淌型，受重力的影响往下去流着去做，还记得不？你看。往下刷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自己的甲片了，所以说直接刷下去它是比较顺畅的。随时去擦笔，一旦说笔发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再去蘸点水晶液，再往下去刷。那边缘这里怎么这么厚呀？来，咱用侧面慢慢的给它刮掉，可能是多余的，也可能是你的粉给挤出去了。刷的时候手法一定要轻，千万不要重啊！我们现在给大家教的就是一个练习的手法。如果两边这个地方同学们感觉突出去，我不想刮掉，那你就用笔的侧面，还记得不？咱去塑造那个正方形、长方形的时候，直接给它做上去，直接做上去。来，侧面看一下，咱是不是就把这个阶梯给它铺上去，让整个甲片增加了一次硬度？让整个甲片增加了一次硬度，多余的我们可以直接刮掉它，不要的啊，不要的。这个看似好像很难，但是每个美甲师手法又会有一点点不同，所以说大家在做的时候，你们只要能够保证我们最终做完的这个效果，可以硬度可以铺粉又不会特别的厚，那也可以看铺完粉这个位置的面是非常光滑的，没有明显的凸起，紫色的液体。这个是什么泡？水晶液呀，水晶液，这两个都是水晶液，这个也是紫色的，不过在黑色里面可能看不出来，这也是紫色的，这是水晶液，这两杯都是，一个是用来洗笔，一个用来这个那个二次清洗用的，都是水晶液，好，这一步做好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干啥？我们再去取一个粉球，下一个的粉球我们铺到哪里呢？也就是说，第二个粉球就不需要量非常大了，一个中粉球。铺到哪儿？铺到后缘这儿，后缘左右就是后缘的附近啊，附近半难写，后缘左右附近，然后再与第一个粉球去做衔接，去做连接。衔接行，我不会写，我就写个连，你们写个衔接。比如说中间这个粉球是跟上面这个粉球做衔接，因为这个位置能发现吧，它是有个坑的，我们要的就是把这个位置给它铺下来，但是要注意后缘的地方，后缘。就是着重，因为后缘我们做胶知道后缘不能有明显的凸起阶梯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后缘呢也是一样，我们不需要非得卡到最边上，就算留着你后缘安全距离有一点点，那也没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不用非得卡着后缘的边缘线。比如说，不需要非得卡着后缘边缘线操作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后缘不能太厚。不能有凸起。
不能有凸起，尽量让它平滑，好吧？铺的粉有气泡是什么回事？一个是你这个粉在你的笔啊没有笔，一个把它给完全从在水晶液里面把气泡赶出去。第二个，如果说你的这个水特别多，然后有粉特别少的话，也会产生气泡。再就是你的手法，你在铺假面的时候不要往上去戳，不要往上，笔不要散，笔越散的时候也容易产生气泡啊，3个原因，好吧？所以说铺的时候多少注意一点，你的粉可能有点少。来，同学们，当有一个现象，我先做一个错误示范啊，有可能这个铺完会厚，但是你们肯定会遇到接下来这个情况。当你取好水晶液之后，然后你在假面上，哎，你取完的液跟粉的比例是这样的，你铺上去。现在我可能，这种，看，哇，怎么淌的这么厉害？我想给它弄，怎么全是这种一块一块的？怎么办？你们猜猜这是因为啥？告诉我，就是感觉怎么就跟汤似的在假面上？这是因为啥？我给把它刮掉啊！是因为什么？有知道的吗？有没有知道的？是因为这样，为什么会出现刚刚那种情况？不要等太久啊！我这是在教学，没办法，大家不要等太久。水多了，粉少了，对的，水多粉少就会出现这样啊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在实在拿不准，哎，我这个粉到底多还是少，或者说我就是感觉好像水有点多的时候怎么办？擦掉，重新取，擦掉，重新取，来，重新来取液。第二笔呢，我们要一个中粉球，就不要大粉球了，好不好？就不要大粉球了。来，斜着放啊，不要竖着放，也不要平放，倾斜去放。放下去之后，来点压1、2、3，好，看粉球。如果说你怕你这个粉球感觉太稀，你可以稍微等待一会儿，你还有一个，如果上面感觉水有点多的时候，可以把笔的反面在纸上点一下，然后再过来铺到后缘区域。点放下去，看我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固定化了？这个粉球就没有那么的稀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开始看后缘怎么放，笔倾斜是不是就没有阶梯了？然后慢慢的来，可以往后推一下，点，来往下去拖，往后推，点，笔有点干了，再取一点液啊，笔干了就取液，好，把后缘放上去。看后缘是不是没有问题了？再把前面往下勾着啊，让它流淌似的。我们一点点的拍下来，从上到下拍，或者说轻轻的给它刷下来，看这边刷过的地方是不是就连接上了？对不对？刷过的地方就连接上了，这没有刷的就是这种凸起的。那流到甲沟里怎么办？我们这种 EMA 的啊液体，它流一点没事儿，一会儿我们会用笔尖就给它擦掉，给它整体做一个弧度的顺畅连接。好，比如说甲沟里面脏了怎么办？先把你的笔擦干净，也就是说我刷一下笔，把笔擦干净，用笔尖竖起来的这个地方，看，直接哎，我给它一刮，是不是就刮掉了？再擦掉多余的粉，一擦就擦干净了啊！如果一次不行怎么办？那就2次给它擦干净，好不好？来，同学们尽量去试啊！如果说某个位置特别的厚，那么我们可以用笔的肚子给它往下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在练习一些小常用手法，简简单单。你们会发现，有的这个美甲师1笔就铺完粉，有的2笔，有的甚至3笔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啊，你们知道它的原理，那就跟光疗延长一样。为什么说做这个要先去学光疗？光疗的铺胶手法，说实话比它要难。它不就是把这个粉给那个匀一匀吗？是不是？这边有点多啊，擦一下。那还有多出去的那一点点怎么办？那就待会儿磨掉它呗，是不是？刮笔留多少水合适？看你取粉球的大小。先去看上一节课啊，上一节课以脚步基础，好不好？来，同学们，我先把这个假面，我故意刮掉，我往下压一压啊，故意留一点有问题的地方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去补一补我们的那个空缺的地方该怎么办。来看啊，我们现在速度要稍微快一点，因为一会儿想要塑形，在完全干透之后就没办法塑了。来看看这个位置有没有发现有点凹陷？对吧？但是就刚刚同学问了，我该这个粉该取多少是合适的，对不对？你像这个位置就缺了这么一点点，那就是咱做错了吗？或者做坏了要重新再从头铺吗？不需要，就这么一点点缺的时候，我们拿笔啊去多刮点水。看不着是吧？来，蘸笔刮水，在边边1、2、3多点几下。现在水晶液的量是很少了，然后取粉球取一个小小的粉球，这个就有点多啊，我刮掉一块，你看我都这样做。来，把这个位置，比如说这边缺，我们就把这个粉铺到这儿，把多余的擦掉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用点拍的方式，笔不能逆着去用。你如果想往上走铺粉的话，你就慢慢的往上去匀，也慢慢的往上去走，也不要逆着笔毛去做。好，然后把这儿你看补上去。
是不是这就补起来了，就没那么那个薄了？你如果说缺粉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取一点点补进去就好了。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升起来了？这边也是一样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取一个小小的粉球，一点点，让它稀一点也没事儿，稀一点也没事儿。然后你看，拍，轻轻的拍下来，是不是就补上去了？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下，要等待一会儿，干啥呢？需要去塑形，然后因为是甲片啊，我们塑形，说实话，就用不到什么塑形棒，我们就用塑形夹往里去夹就好了。但如果说是一会儿做止拖延长的时候，一定记得用塑形，需要用到我们的塑形棒。我一会儿还在做，上手做一个，我先把笔洗干净放到旁边啊。好，到什么情况下？你看现在甲面还有一些液体发亮的地方是我们补的，但后面我们拿一个笔啊，你拿个你的水晶笔也好什么也好，你敲一下，有种开始变脆，但是并就没有发闷的那种声音，你们听一下，我近一点，你们听听。听到没？是不是开始感觉有点脆了？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塑形了。但是你看指尖，因为我们后来去补了一点粉，它还没有完全干。你用塑形夹，你这么一夹，看到没？它发黏，那就说明这个液它没有干。这种情况下你塑形绝对不可以。但是后面你看我去夹，它就没事儿，是不是？因为后面已经干了，但前面还不行，那咱就需要等前面的地方。所以尽量再铺粉，不要像我一样啰啰嗦嗦这么久，能快铺就一次性铺完，不要等太久了，好吧？这种情况你看咱铺的粉不就白铺了，又炸毛又被弄没了，好不好？多注意这个啊！练习做错多少次都没事儿，上真人手的话一定得多注意，好吗？来，我们再亮斑一下，拿塑形夹，上个塑形夹。来，这个叫塑形棒。其实有时候没有塑形棒的时候，我们用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有时候我们用个那个，现在好了啊，现在应该是可以了，但是还是不太干。你看，这就是慢干液的坏处。快干液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塑形了，但是慢干液你就得多等会儿，就比较麻烦啊，咱多等等吧。那个水晶液过多的时候，这个就你塑它干的就会很慢。水晶液少的时候可以稍微好一点。来。现在有点不干啊，前面还是有点不干，我们去给它往里去夹一些，夹哪里？夹宽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因为有甲片底下固定，所以说一般这种甲片延长就着重就夹两边这儿，怕这儿胖。但是如果是止拖延长的话就不行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先把这个甲片弄到手，学到手。我跳过前端啊，着重把这儿夹一下，给它收进去。收完之后就结束了吗？没有塑形棒，调支笔呗。调支笔，但是笔不是有点宽吗？但是因为这个甲片它本身形状是固定的啊，所以说不需要用塑形棒是防止什么呢？我给你拿个甲片给你一说就懂了。就是说为啥得用塑形棒？我不用不行吗？多麻烦呢，是不是？来看，也喝。比如说这是我们铺的粉，比如说止脱或者啥的时候，你在塑形，它在没有干的情况下你去夹，在你受力不匀的情况下，它的前端可能会发生各种形状的扭曲，比如说这边往里了，那边往外了，这边高了，那边低了，对吧？指甲前端扭曲了。学止脱延长我们学过，需要保证指甲前端是一个小水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用铺粉的时候要着重有个东西在它底下支撑住的情况下，你不管怎么夹，它都是属于一个圆的一部分，就这个意思，是圆的一部分。半圆或者说1/3圆、1/4圆啊，是这种的，好吧？就这个意思啊。塑形棒的作用在这儿。好了，给它塑形，该塑形塑形，咱把笔记先稍作补充，不能有凸起，2个粉球就可以了啊。甲片的话2个粉球就可以。来第5步，塑形，敲一敲。哎，敲怎么写来着？哎，我打一下。敲一下，有发脆的声音。塑形啊，然后最后干啥？打磨甲面。水晶甲是一定要打磨甲面的，你任何人他不可能做到那么的光滑。虽然你看这个弧度是不是挺好的，咱也连接上了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也没有问题。你看我尽量做的很好，但是不一定什么地方它会有一点小凸起，甲面会多少有点不平，那么铺胶就会不干净。所以说最后一定要去打磨甲面。来，这个
咱现在已经干了啊，干了之后去塑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。但是现在完全干透之后，你去塑形也没有用，你夹不进去了，所以一定是在它半干状态下去塑形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打磨甲面，磨甲面的话用这个打磨机也行，然后你用错条也行，无所谓，错条啊，我都用一下，你们看看哪种方式都能操作。磨的时候粉拿走啊，别让你的水晶粉里面沾到这些脏东西。从上到下横向打磨、横斜向打磨都可以，还记得不？这是咱们甲面打磨的一个小要点，可以来回磨啊，可以来回磨，把厚的地方磨下去，对吧？转着手指，指尖两侧各个角度去检查有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好吧，延长，你的基本就 finish。修甲型是不是都是基本功？是不是都是基本功？慢慢的就出来了。还有我们的水晶晕染啊，之前课程都讲过，你们在课程新同学也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在课程顶端搜索水晶晕染就可以了，好吧，就能搜到这一节课。把它磨掉，看左边磨过之后是不是就干净多了，对吧？右边咱还没处理完，所以右边和左边的区别现在能看出来吧？很明显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问题，同学们？你们有跟着做的吗？有没有跟着做的？还只是看，只看可没意思了，真的，只看可没意思了。你们最好还是跟着做一下。一做就可好玩，而且被熏的那种感觉。来调整一下啊，没有问题，我们这个就结束。然后在打磨的时候，一定记得从指尖去观察整个甲面的弧度，有没有发现这边凸起，中间不是最高的，每个角度去看，这个中间都是最高的才行。你从这儿看，这里两边还凸起呢，说明两边是厚的，两边是厚的，我们就给它稍微磨一下。这个粉扑完之后量，挺厚的啊，它比较结实，它要比其他的那这样都结实的多。四薄以后啊，四薄以后弧度高点的标准，这都不能错，好不好？弧度高点的标准都不能错。好了，磨一下。所以看似好像那啥，做水晶最那啥的就是磨指甲。在国外吧，这个快不快？是不是比光疗要快？你是可以真的做快的话，可以5个手势同时去操作。第一层铺粉，叭叭叭点下去，下一个手，下一个手，等它干了之后，接着铺第二层粉，真的要比做光疗延长要快得多啊。就给它磨一下，磨到最后，好了，这是我们想要的那个形状。从侧面去看弧度的高点，在甲面3/2这个地方，然后从指尖去看每个角度它都成半圆，弧度高点也在中间，那就没有问题了，那就没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最后把这个边缘细化一下，再去细细处理一下形状线的锋利程度。你要说磨起来这么麻烦，你要磨的比较多，那只能说明铺粉没有铺好，铺粉没有铺好。好了啊，我就不在这磨这个东西了，你们知道怎么磨就行了。然后我上手这真人手，咱们再来做一个，好吧？上真人手再做一个。然后下一步干啥？直接就开始进行美甲甲油胶部分的操作了。甲油胶部分操作，比如说你喜欢做那个，叫什么来着？单色你就做单色，不喜欢做单色你就做晕染，做其他，做啥你自己说了算了啊。看一下，有问题吗？朋友们，到目前来说。那还行吧，其实没学之前，没做之前觉得挺难，真正上手做了，尤其是这个甲片去带，你们看好多这种，还大半夜有那个叫谁，在国外去直播那个播这个东西的，我好像之前刷到过啊，真刷到过，然后就甲片，而且国外人喜欢用那种下钩往下勾一点的甲片，咱们国内就喜欢平一点的，所以说它都没有对错啊，没有对错。就是根据市场需求改变自己的一个那个店面操作的手法就可以。好吧，人家就喜欢下钩，你别给人做直的，人家反而觉得你技术不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时间延长，来那个谁来一下，我的
手贴。上手做一个啊，这个笔一定记得不要有粉的情况下放旁边，一定是等它干燥的情况下放起来啊，不是干燥，干净的情况下去放起来。来，我先给大家写出来吧，好吧？写出来以后再待会儿上手，咱就直接做，就不在中途去停它，好吗？来，如果是在真人指甲上做，第一步打磨甲面，这个是相同的，这个是相同的啊，打磨甲面。贴甲片延长后，这些都是啊，贴甲片呀，包括跟它是同等的。如果现在有个 Ctrl+C、Ctrl+V 就给它复制过来了。好，第二步干啥？现在就选甲片，速干胶去贴，对吧？速干胶去贴了。贴好之后，来第三步打磨阶梯修甲型打磨甲面，也是相同，我就写个同组。第四个，来，这里是不是就开始铺粉了？但是在真人指甲上不行。来看看啊，我们在这个真人做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一些小小的这种东西。你看，这个叫做平衡液，防潮平衡液，防止水晶甲内侧有水分的，比如说干燥剂嘛。但是跟美甲的干燥剂还有点不同，所以说我们在那个操作之前啊，一定记得在本甲上面，因为它是在真甲就是自己的指甲上面挥发掉这个水油残留的啊，去除多余的水分和油脂的，所以说我们要在本甲上去涂一点这个，涂完它之后，我们再去涂一个什么固定剂，这个也叫做粘合剂，是让本甲和这个水晶粉更加抓力更强一点点，就跟咱做光疗甲里面的底胶是一样的，底胶那种感觉是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们刷的时候也是着重刷在本甲上面就可以，好不好？这两个啊一定要刷。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这种东西，它叫做练习剂，就是如果说你在自己手上做的话，可以涂一层练习剂，好吧？它是方便拆卸。但你要用咱们的那个甲，日常做美甲用那种什么练习剂的话，可能抠不下来，这个容易抠，这个容易抠一点，好不好？来那个谁，欣欣，来用一下你的手，拿个凳子坐一下，我收拾一下啊，现在有点乱。来，所以说第四步干燥剂加结合剂就是防翘剂嘛，但是这个是水晶专用的一种啊，水晶专用的，好吧？来第五步开始就铺粉，同左边一模一样，然后后面的步骤一样，也就是说这个和这个的唯一区别在哪儿？区别在需要有这么一小步啊，其他的步骤都是一样的，好吧？那先拿走，别碍我事，放在旁边。你很热，哎，我那天给你做的那个手，有个前置做掉的，哎，这个啊，前置啊，这个处理过前置了。这一步来，我们第一步打磨甲面。我就不给它磨了吧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还要做其他，你一会儿拆这个水晶甲卸掉很麻烦，得不停的一直磨。我清点一下，你们就当做我现在打磨过甲面了，好不好？当做我打磨甲面了。一会儿要给它涂一个练习剂啊，就是方便拆卸的。你们知道这个正常做的话，一个步骤就好，好不好？前置处理那些就不用说了，肯定是在之前的。现在这个都出细包装了，原来要备案，要什么很多东西它不能乱用。护甲练习剂啊，这是贴甲片的护甲。6号就行。我说你那个手用一下试试。好。有问题快问，同学们，有问题要快问啊，让我蹭一下。来，选择合适大小的甲片，进行粘贴，速干胶。
在微笑线的上端去贴啊，平着往下放就行。注意指甲的歪斜度，检查一下手指的中心线，没有问题的时候，好，你就简单固定。我这可能固定不了那么结实，有的护甲练习机它粘不牢，这种东西一定是在打磨甲面之后去做的。然后两边来指甲盖给它压进去，不敢碰啊，我怕一碰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一碰再掉下来。没指甲盖了，已经不好使了。一个扇形甲。好，固定好了，下一步干啥？打磨阶梯，对吧？打磨阶梯。打磨阶梯去处理这个边缘附近的地方，稍微磨一下，但是它没有干啊，我感觉这个水还有点冻。如果这个甲片没有贴好，该去操作。同学们，下面甲片不是纸托，花花你看一下课程表，今天讲的是浅晶甲片，另外明天给你们讲的是纸托，它有两种方法。这个水晶它可以在浅贴后操作，也可以在水晶后操，也可以在纸托后操作，看你自己的需要。明天的课程会讲纸托，关于纸托的一个部分方式。如果大家不会用纸托的，你们先看之前那光亮延长带纸托的课程，带纸托理论那些所有的东西，看完之后再跟明天的课啊，看完之后再跟明天的课，要不然跟不上。好，把两边的阶梯磨一下，没有明显的凸起，那就可以了。然后剪一下。剪多少呢？剪不剪都行，看你们就是有这么个步骤啊，有这么步骤，可剪可不剪，好吧？可剪可不剪，不需要就不用剪，需要就剪，不需要就留着它。该修行修行，修出你想要的形状。但一般都用这种甲片的话，我们一般不会去做什么尖形，那你尖形直接贴尖形甲片就好了，尖形的就可以了。那一般像浅贴的话，我们就会直接做成这种，或者直接给它剪成你们想要的形状。好，清洁一下甲面。好，下一步干啥？打磨阶梯，修甲型，打磨甲面，正常去该打磨了啊。这一步我们就要把等甲去进行操作处理。然后我呢就是为了方便给它拆，它的本甲部分我就不磨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本甲的部分咱们需要涂什么？干燥剂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先去涂上第一层，涂一个护甲的啊，保护指甲。一拆就掉，到时候这个水晶一碰就掉。好，来涂上它，然后下一步干啥？这个你们就这一步忽略掉就好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打磨完甲面之后，我们的下一步就涂干燥剂和结合剂，就像我刚刚一样，涂在本甲的区域就好了。下面可涂可不涂，就把本甲上面涂上点，先涂干燥剂，再涂结合剂。你也可以只涂结合剂，也可以只涂结合剂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正常就到那一步了啊。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去铺粉了，只能用一个吧，我不用俩。这个因为镜头下面啊，控制范围有点小，把笔完全浸湿，把空气全挤出来，排出来。排好之后，下一步铺粉先铺到哪里？哎，有没有干还不敢涂，得回去看了一下。对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起来了，你这比我起的都晚。先晾一下，晾一下。2点才睡，2点差不多。我也习惯，现在基本上都是2点左右睡觉，有时候可能不小心睡着，但基本上也都在2、3点。你咋等急了呢？
就这么着吧，好吧，就在这上面铺吧，好不好？你们最好别这么做啊，等它完全干透。来铺粉，第一步，咱取一个大粉球，大粉球的时候是这个里面的液就不要太少，去取粉。这个大粉球，这个粉球就并不是说特别的干啊，来慢慢的放上去，放好之后，在阶梯的附近先把后面给它带下去，往上走的时候笔一定要有水晶液，如果感觉特别稀，那你就吸一下这个笔上的水，笔上的液，然后把后面先铺上，铺上之后指尖来往下勾。指尖往下勾，让它往下流。就算它流的并不是那么的大，它又不是一滴水刷下去，它也得往下流，好不好？然后拿我们的笔来边边角角给它铺上，给它带下来就行。如果感觉怎么笔发黏了什么的，那就你笔太干了，好吧，给带下来。就是看个人习惯啊，有人喜欢特别粗的，有人喜欢就是厚的，有人喜欢薄的。然后在国外，人家就喜欢厚一点，厚一点结实呀，就是。但是我可能不喜欢那种特别厚重的感觉，所以我一般铺的都会少一点的粉，把两边给它刷下去，多余的刮掉，对吧？现在稍微等待一会儿啊，这个液有点多，有点少。好了，甲沟里面怎么办？涮一下笔，把笔里面都弄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来用笔的前端。侧面的地方、毛毛的地方，给它把里面的粉给它刮出来，指甲里面就没有了。其实这个要比较简单啊，像上卡纸托自己去走形状的话，那个就用到我们上一节课让大家去练习做形状的那些课，那些知识要点了，好吧？来，这一层铺好，看铺完之后这个弧度什么几乎是没什么大的那个不平整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就没啥大问题啊。没啥大问题，不喜欢太厚的，你们就再做薄一点，往下压一压，拍一拍，压压。多睡好起来。看这一步，好，下一步，紧接着过去取粉，然后取粉球。这次的粉球不用特别多，也不用特别的那个大了啊，直接把后面的这个地方有点多，稍微吸一下，点点。放上去，然后就这个粉球让它自然去流淌，同样往下勾着去做。后缘的地方怎么办？后缘我们是用这个笔，用肚子的地方倾斜着往下走，点压一下，它就下去了，不需要非得特别卡边啊。来，后面两边水多的时候记得去吸一下，然后两边衔接上，前面衔接上，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这不就做好了吗？快吧，是比，而且这种还不用去照灯，不用去，但是它弧度是什么？你在有一定的这个弧度标准之后，你可以，我连最基本的弧度高点应该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，咱怎么去给它做出一个漂亮的弧度高点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前端去调整一下，高点应该在哪里？然后就算有一点点不漂亮怎么办？磨掉呀，一会儿会打磨，因为水晶是必须要磨的啊，肯定是要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稍微等干一下，然后给它塑形，是不是两边肚子比较大，需要给它收进去啊？来，给它收进去。尽量能找平就找平，找平完了一会儿就不用再去塑形了，好吧？尽量能找平就不是不用塑形，是不用去打磨的过多了。因为我这个能看出来吧？大家能跟上吗？能不能看明白？就这里面的一些这个小道，大小的问题。我用的 EMA 水晶液啊，所以说碰点手没啥事儿。没什么问题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稍微等干一些。干一些，夹呀，当然夹，它没干呢，当然得夹了。不夹，你看两边多胖，是不是？当然得夹啊。那你现在它夹不了，它没干呢。再吸笔，先把笔吸出来。
有那点儿。收笔啊，洗笔洗完之后收笔的时候，把笔尖都收拢，然后你再用你的那个这个东西给它收。放的时候一定小心，不要把一些毛，你看有些毛给炸开了，看到没？多注意一下啊，检查一下没有问题，放到旁边，稍微晾一下。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做下一个手指了，稍微晾一下，来给我手。现在不行，还不干，笔尖要厚一点点。还有一个，同学们，如果说顾客的介意不想碰到手的话，你们可以在操作前先把手周围涂点那个指缘油呀，或者涂点那种防疫的东西呀，保护一下皮肤也可以，好吧？但是你选个好一点的水晶液，一般问题不大。好啊，你看我一碰，我说没有干，再等会儿啊，再等会儿，再做下一个，这个先晾着放旁边就行。好了，到时候敲一敲，等它感觉声音变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去假瘦，在这里去假瘦塑形。一定记得该塑形还是要塑形的。最后大膜假面就完成了我们的水晶延长，好不好？这水晶延长做起来还是比较快的啊，它要比那个光疗要做的快得多。看这个是让我碰到这儿，看看每个角度的弧度都还可以啊。这个地方干的慢，这边其实问题都不大，擦一下。但是等它完全干透再夹了就没什么用，疼不疼？看是不是收进去了？方形夹。你要梯形的话，那你在甲片底下的时候，你就得把梯形铺好。你别说完了，我再塑完形，等我再去磨，那多费事。看指尖，它弧度也没有发生大的偏差，看到没？然后两边这个位置收进去了，再通过我们的打磨，会让它进一步显瘦的啊。所以说，基本上先给它固定好了形状，你可以就这么放着，然后做下一个，就给它固定住。因为它不是靠这个胶固定就好了，因为它也不会回弹或者怎么样，它就靠它的自然干透。但如果说它上面还是这种黏糊拉碴的，你放上去，待会儿你的镊子就夹在上面，你就可以让它直接把你的这个塑形夹带走了，带回去了。这是那个指甲装饰一部分了啊，所以多注意这个，好吧？你看这样塑完就漂亮多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再让它晾干一下，就可以开始打磨。因为它现在你感觉发热吗？指甲不热是吧？有那个有的就是水晶液，其实在固化过程中它会释放一些热量，指甲会觉得发热。包括你拿手机去摸，它会感觉有一点点的热啊。然后有的液格外的明显，有的是格外的明显。OK， 这基本上没啥问题。就夹着放，先放在这儿。还有什么问题，同学们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所以说，一般塑形夹真正要做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多买几个。但是在国外的同学，你们做有可能都不需要塑形夹，你们不会做的那么卡那么标准。就算甲型边有点高低不平，你们也不需要去做过多那个啥。但我们要做好的话，一定在国内要做好的话，这些步骤是必须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步修甲型，打磨甲面。保护皮肤啊，保护皮肤。打磨甲面，我直接就用打磨贴膜了啊，这搓手有点慢，个人习惯。没有什么问题，谢谢。这是一个打磨本甲的一个打磨头，你们用那种砂轮，就是卸甲用的那种砂轮去磨就行。然后有点费，有点浪费。贼拉结实，这个贼结实这种。但是前提是你的铺粉量要够，铺粉量不够的时候就不行。后缘其实你看这都不用磨，自然的一个小弧度啊，这已经做好。烫吗？有点烫。
肉了一下。你是胖告诉我，我就那啥，因为磨的过程中它发热，很长。换了这个。你有任何不舒服跟我说啊，哪里别扭难受啥跟我说。你知道形状怎么打磨才会最漂亮吗？就是拿手工搓调，一点点去调，调出来才是最漂亮的。但一般水晶甲做完，它的厚度都会有一点点啊，但看你们喜欢不喜欢，想做的多厚，想做的多厚，因为它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C 弧甲，做大 C 弧的，所以说你要给它，哎，它不可能说特别扁平。那国内美甲师的这个，不过咱顾客喜好，他没有喜欢那么厚的，就真的国内没喜欢那么厚。你要是考试卡标准，它要求高，要求厚，要求弧度的标准，要求在哪，但是一般来说，薄一点好看，好吧？他们来自美甲师以后干装修的挺忙，不能干，是不是？我以后干装修我都没问题。贴了一层甲片彩做，会不会感觉有东西扒在手上？浅贴呀，所以用浅贴呀，所以是浅贴呀。你要是做半贴，为啥我不说教你们用半贴，用全贴？那你那个都全贴，半贴都贴上去，弧度都有了，你再复刻得多厚？所以浅贴就在指甲前端，就指甲缝前面那么一丢丢，你能有啥感觉？而且本身这种做上去，它整甲都会有那种感觉，所以你这浅一丢丢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的。这个花花一看他就做过这些，他懂，他懂这些。哎，我为什么之前浅贴你这个用这个，对不对？花花你是在八群里面经常活跃的那个同学吗？是不是你帮着所有同学去解答问题的？是你吗？办，是的，他做的好好。对呀，你们都得做的好好，他一步步做嘛，一步步来，会越做越好，会越做越好。花花确实不错，而且你看你们也是没事在群里面看其他同学做的有什么问题，也相互去照应着点。就是其实帮别人解答问题的时候，自己能学习更多的。因为你能发现问题的时候，说明你绝对不会，你会避免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就会避免掉这个问题。我简单铺一层啊，你看甲面它是特别，你们能看一下，有一些凸起，可能不是空余啥的，因为上面底下涂了护甲练习剂，就是一会儿一抠就抠掉了，所以说你们不要去看甲面，正常做完底下一定是光滑的，就跟贴的全贴一样，这个是涂了护甲练习剂，我一抠就抠掉了啊，一抠掉了，然后在这上面我随便涂一个什么颜色，大家瞅一眼，随便瞅一眼，是不是有点卡？是的。多好呀，多好！你这天生做生意的料，天生你就做生意的料。还有什么帮助大家好暖心？对，相互帮助。咱家同学都可好，咱家同学都可好。正常该涂底胶啊，是不是有点卡？咱都快结束了，你这想起来有点卡，应该是不卡啊，应该是不卡。你如果觉得卡的话，你把我的那个清晰度，你把清晰度换成标清就好了。我开的是超清模式。你看涂完的甲面灯圈是不是基本上来说都有？基本上都有，这还没涂底胶，直接在上面做，对吧？开心吧？
也挺好看的啊。然后涂唇色也行，你做款也行，无所谓。你就是做完这个延长，你就把它当成自己的本甲，这就是自己的本甲了。然后你愿意做什么款做什么款，但这种比较结实。新手想做水晶的话，肯定是跟那个甲片结合，它会更快。但如果说你作为老手去做水晶，想要自己去固定甲面的厚度，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甲、上翘甲、下钩甲，那你用指托去做的时候，会更加的这个让做出来更好看一些，好不好？绝字啊，对的，打磨到位了，然后我们一般来问都甲面弧度就很好看。但是你如果说最基本的形状都拿捏不好的话，你甭管是水晶还是光疗还是甲片，它出来都不漂亮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咱也没有去做建构做啥，就是拿着那个水晶粉涂出来的那一层，再去涂颜色，随便涂一涂，都好看的啊。